汽车行业发展到今天啊，仔细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发现，在燃油车时代，前驱和后驱的汽车都有很多，而且基本上呢是一半一半的分布。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呢，却很少有前驱的电动车，这是为什么呢？咱们要解答这个问题啊，觉得咱们可以先来复盘一下，在燃油车时代采用前驱和后驱的车，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其实这一切呢，要先从内燃机说起。内燃机啊，作为热机，它需要持续的进气维持燃烧，同时呢又产生大量的废热，而依赖冷却。因此，从汽车问世之初啊，内燃机就普遍被放置在了汽车的车头，以便更好的利用撞风的优势，提高进气和冷却的效率，并保持至今。所以说，在当前呢，除了少数的性能车以外，几乎所有的家用燃油车啊，大家可以发现内燃机都被放置在了车头的位置。而基于这种前置内燃机的布局，如果一辆车呢采用前轮驱动，那么带给车辆优势呢就在于如下几点。首先是空间方面，一来前驱车内燃机呢，因为普遍置于前轴之前，给车头的纵向空间呢其实腾出了大量的位置。此外呢，传动路径很短，内燃机旁边就可以放置变速箱，下面呢直接连接差速器和半轴来驱动车轮，无需像后驱车一样需要在车辆的中间位置呢放置一根长长的传动轴来侵占乘员舱的中部位置。与此同时呢，传动路径更短，也意味着更高的传动效率和理论上讲更低的车重，这一切都会带来更低的油耗。前驱车第三个优点呢，在于冰雪路面的驱动性能普遍较好。这是由于啊，前驱的家用车它前后轴所承担的车重比大约呢是6:4，即静态驱动轴荷比为60%，可以理解为呢就是有60%的重量压在前轮上，而这个前轮呢用来驱动100%的整车重量。而对于后驱的家用车呢，前后轴的载荷比大约为5:5，即用来驱动车辆的后轮呢，仅负荷车辆50%的重量来驱动100%的车重。那么相对更轻的驱动轮荷比，自然呢要比前驱车更容易造成打滑。因此呢，这也是前驱车在冰雪路面普遍具有驱动优势的根本原理。而正是因为呢上述这些优点，前驱的方式在燃油车时代呢普遍应用于中低端的车型上。虽然呢具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前驱车啊它也存在一个显著的先天不足，就是虽然在静止状态之下，车辆的驱动轮荷比普遍高达60%，比后驱车的这个50%呢要高大概10个百分点，但是一旦车辆在附着力良好的路面上起步或者加速的时候呢，在地面给予驱动轮反作用力和车身惯性的共同作用之下，会使车辆的动态轮荷大幅后移，即可以理解为就是前轮承受的重量呢越轻，而后轮上的载荷呢则越重，且加速性能越强，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前轮越轻，后轮越重。这使得啊前驱车的驱动效率大大降低，更容易发生驱动轮打滑的现象，进而呢影响车辆动力输出。而后驱车呢则完全相反，加速度越大，重量呢就越会压在后轮上，也就越不容易发生打滑，抓地力的极限呢也就越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家可以发现，一般的性能车、赛车或者载重取向的车型，普遍呢都采用后驱的布局，而几乎呢见不到前驱车。以上啊，这就是燃油车时代前驱和后驱车各自的优缺点，非常鲜明，对吧？因此呢，也造成了不同车型呢前驱和后驱的采用是完全的平分秋色。但是啊，到了电动车的时代，这个规则呢就彻底改变了，前驱则几乎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这是因为如下原因：第一呢，就是电机作为驱动单元，它相比内燃机啊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优点，同时呢无需进气，也基本上不发热，不用过度依赖冷却。所以说，电机作为驱动单元，它的位置啊就不是必须像内燃机一样必须放在车头，它不是必须得撞风的。而是无论放在车辆的前后轴上，其实都可以。你把它呢架在前轴上，就做成了前驱；放在后轴上呢，这辆车就是后驱。无论放在哪儿，基本上都不用占据乘员舱的空间。所以说，想实现后驱，也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需要，因为前面是发动机，后面是驱动轮，对吧？所以需要在中间呢架设一个长长的传动轴。因此就是电动车如果做成前驱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任何空间层面的优势。而相反呢，如果说你要是把它做成后驱的话，车辆的前方呢还可以额外多出一个很大的储物箱。第二点是，电驱动的结构呢更紧凑，它呢也不需要传统燃油车的变速箱和传动轴，所以呢无论前驱还是后驱，其实传动效率都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接近的。第三点就是
即便是在冰雪路面的驱动性能呢，前驱电动车相比于说后驱电动车也没有任何的优势。这一点啊，跟燃油车是截然不同的。根源在于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在于重量分布。在燃油车时代呢，内燃机和变速箱其实主要决定了这个重量分布，对吧？它的占据重量很大。而对于电动车来讲，它其实最主要的重量分布影响，主要是来自于位于车辆中底部的电池。而相对电池来说呢，电机和减速器这些驱动传动单元，它的重量就微不足道了。所以，比如说呢，像对于我们的两辆这个测试车啊，深蓝的 S05和吉利的银河 E5，我们对于这两辆车呢，都进行了一个精确的4轮称重。大家可以发现啊，前驱的电动车银河 E5，它的前后轴的重量比是53:47，大家记住啊。而后驱的深蓝 S05呢，前后轴的重量比是45:55。由此可见，就是后驱的 S05，它驱动桥其实承担着车辆55%的负载，而相反呢，前驱的 E5，它的前轴也就是驱动轴才承担53%的整车重量。总体上呢，二者是差不多的。而实际上呢，深蓝 S05 它的后轮的这个驱动轴荷比呢，甚至还比 E5 要略强一点，55:53，对吧？而这点呢，就和燃油车时代的前后驱车的这个轴荷分布呢是截然不同的。燃油车时代呢，对吧？咱们复习一下，前驱车呢是6:4，后驱车呢是5:5，所以说燃油车时代的前驱车呢有着更好的静态轴荷比，冰雪路面呢就更不容易打滑，更有优势。而在电动车时代，通过咱们的测试测量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对吧？游戏规则呢彻底改变了，车呢不再是说前驱车前面一定是更重而且重得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反而后驱车它呢就更有优势了。所以说，在电动车时代啊，咱们大家就千万不要再迷信所谓的前驱比后驱在冰雪路面更有优势的这种老观念了。所以呢，咱们对比下来，你就会发现啊，真正在电动车时代，前驱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实质性优势了，而相比较之下呢，后驱则几乎全是优势。而这种优势呢，主要就体现在于驱动和性能方面。静态轴荷比呢，它本来就占优势。而车辆在加速过程当中，也因为轴荷的后移，所以呢，对于更大的动力输出，它也就更加的不容易打滑了。也就是说，动态的轴荷比更有优势，也能够更好的发挥车辆的动力性能。无论呢是在起步加速、中途加速，或者说是加速出弯的过程当中，这种优势尤其的明显。如果说以上咱们阐述的都还是理论层面一些观点的话呢，那么在实际我们的这个对比测试当中啊，测试数据和驾驶感受也能够充分论证这个观点。比如说呢，我们两台同级别电动车分别是吉利的银河 E5 和深蓝的 S05，这两辆车呢在加速环节，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吉利银河 E5 的打滑是非常严重，而且会一直持续到超过60公里每小时。相比之下呢，深蓝 S05 它的加速呢则稳健很多，一点都不滑。在赛道部分呢，这种差距被进一步放大。前驱的 E5 呢，它空有动力却发挥不出来，严重打滑，最终呢落得一个比 S05 呢慢了大约6-7秒的圈速。这其实啊，在这么一条1分出头赛道上，已经是非常实质性的性能差距了。而这一切最大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什么？驱动方式。而在接下来的能耗测试环节呢，也验证了就是前驱对于电动车并无效率优势。两辆车我们跑同等的工况对比下来呢，深蓝 S05 它本身的车辆更重，却跑出了同场更低的能耗。所以呢，在我的对比测试当中，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完胜银河 E5。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呢，我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这个测试频道啊，可以详细的观看这一期的对比内容。所以呢，正如同我们这期节目啊所讲述的上述一些原因，使得大家可以发现，在当前的行业当中呢，几乎所有的原生纯电动架构都是基于后驱打造。而深蓝 S05 这辆车呢，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出色的架构设计，包括底盘调教和3电的技术优势，才实现并且达成了在这次对比测试当中这样压倒性的胜利。所以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我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当今很少有前驱的电动车了吧。